欢迎回到我们 Redpoint Venture 房车改装的频道。我们最新的房车交付在即，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最新房车的 Van Tour。这是一辆奔驰 Sprinter 170改装的房车。改装完成之后呢，车内从驾驶室到车尾长4.3米，车宽1.75米，车高从地板到天花板有1.9米。这款车呢，采用的是 Diesel HO 的发动机，4x4的四驱系统，悬架也做了升级，更适配户外四驱越野的需求。房车外观上也做了升级，加装了 Backwoods 全包裹的保险杠，前车灯以及顶框前后侧面也安装了车灯，还有备胎架和梯子。虽然这次没有加装车底平台，但为了方便以后车顶上太阳能板和空调风扇的维修，梯子也是很有必要的。侧面呢还加装了遮阳棚和照明灯带，这样夜晚在营地停下布置的时候就不用担心没有照明，或者还需要带着头灯和应急灯照明啦。因为升高了悬架，所以我们也加装了踏板，让上车更加方便。外部升级介绍完了，让我们来看看车内部的设计吧。厨房安排在了上车的位置，本着利用车里每一寸空间的原则，这里安排了放鞋的储物空间。小桌板的设计，在车下活动的时候，临时需要放个东西也是非常实用的。控制面板依旧是安排在了橱柜的侧面，跟冰箱的逻辑一样，无论是在车上还是在车下都能操控。控制面板上安排了灯的开关、暖气的控制开关。这一次我们采用了 Acumen 的控制盒，所有车外部的灯以及冰箱的开关都整合到了控制盒里，更容易操控了。冰箱选用的是 Isotherm 的抽拉式冰箱，我们之前的视频里也有对这款冰箱的详细介绍。为什么要选择冰箱横置呢？第一个原因是冰箱横置，当你在车下拿取东西的时候依旧很方便。另外一个原因呢，横置的冰箱可以让出更多的过道空间，让车内的空间更加宽敞。这一次呢，应客户要求，房车需要有独立的浴室及厕所空间，还要可以满足4人出行，以及要有充足的储物空间，可以存放出行露营的用具。所以首先需要有2张床。为了尽可能的把床的空间扩展到最大，我们2张床都采取了可以拓展大小的机构。为了让4个人用餐的空间更宽敞，我们把餐厅的位置设计在了中间，把独立浴室的位置设计在了驾驶室后面的位置。首先看过来，车内中间的位置呢，布置了一个 L 型的沙发，这边的座位呢可以拉出来变成1张床，而另一边的座位呢可以作为行车过程当中额外的2个座位。安全带呢采用的是腰部2点固定的方式，另一头呢通过 L-track 固定在了车的底盘上。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可以翻起来的靠背，为了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乘坐更加舒适。同时呢，也是为了安全的考虑，在遇到追尾的时候可以保护头部和颈椎。主床在没有打开的时候，大小是1.6米乘1.7米，靠背可以通过两边的支撑结构翻起来，变成一张1.9米乘1.7米的大床。我们采用的是高强度的支撑结构，可以承重400磅。主床翻起来之后，下面抽拉床的脚部空间也更大。下面的床拉出来之后的大小是1.85米乘1.15米。让我们来看看厨房的部分。厨房台面呢，我们依旧沿用了 Butcher Block 的台面，为了释放更多的客厅空间，还有拉出来床的空间，以及乘坐时前面脚部的空间，我们缩小了厨房台面，布置了一个电磁炉和一个38×38的水池。为了充分利用厨房台面空间，给水池也量身定制了盖板，以及在侧面加装了折叠的台面。当做饭的时候，可以翻起折叠台面，盖上水池的盖板。厨房整体的台面是非常充足的。还有就是可以延长的水龙头也非常实用。这次的浴室空间呢，设计得非常宽敞，内部的大小呢有60×90厘米。坐在马桶上，腿前面的位置是非常宽裕的。对于我而言，即使马桶放在厕所里边，站在前面洗澡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不喜欢洗澡有马桶也不用担心，我们采用的便携式马桶是安装在配套的固定底盘上，洗澡的时候也可以非常容易的把马桶取出，这样浴室的空间就更加宽敞了。而厕所布置在上车的位置，
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每次倒马桶黑水的时候，可以直接提下车，而不用经过车内过道。浴室的背板采用的是 PVC 材料的类瓷砖，防水防震，方便安装，整体重量很轻。整体的质感呢，也非常接近大理石的感觉。我们呢还特别设计了放沐浴液的壁龛、镀铬的水龙头，以及再配上大理石纹路的背板。整个浴室呢也更偏向于家居的风格。浴室采用的是轻便小巧的抽拉式门，拉住把手，轻轻拉出，并且扣到锁扣上就可以了。排风扇也布置在了浴室外面的上方，方便排风。在做饭的时候，如果不想打开窗户，这里的排风扇也可以有效的排出油烟。同样的，我们在浴室的外墙预留了维修口，方便之后水管的维修。让我们来看看车内的储物空间，顶部两边安装了2排顶柜。床的位置为了更宽敞的头部空间，睡觉的时候没有这么局促。这里是没有布置顶柜的，如果客户后期需要，可以自己加装放东西的网兜，也是非常容易的。微波炉是安装在这个顶柜上，从厨房动线上来说，转身热菜，然后直接端上桌，也是非常流畅的。橱柜下面是2个抽屉，抽拉床下面也是2个大抽屉，以及中间座位下面是侧开门的柜子。驾驶室上方还安装了 FVC 的储物架，这就是平常用餐时餐桌安装好的样子啦。餐桌的设计还有一个小巧思。平常用餐的时候是一个展开的90乘56厘米大小的餐桌，同时你还可以把餐桌折叠一半，可供办公的时候使用。大家坐在一起喝茶聊天的时候，中间的空间也更加宽敞。这样的设计在安装桌板的时候也更加容易。不实用的时候折叠起来，可以直接放进驾驶室上方的储物架里。空调采用的是 Dometic RTX 2000的直流电空调。Aspire 的柴油暖气是加装在了副驾驶下方。电力系统我们安装了5度电的锂电池组，400瓦太阳能，300瓦行车发动机充电，以及110伏30安暗电接口。水路系统是30加仑的清水箱和28加仑的荤水箱。全车搭载的是 Victron 的控制系统，可以在中控屏幕很方便的看到车的电力系统监控还有水箱的情况。车内在厨房以及床头位置布置了2个110伏插座。记住，为了安全，厨房靠近水龙头的位置需要安装 GFCI 插座。家居设计里营造氛围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多光源布置，不同使用场景下采用不同的光源，即使所有的光源同时打开，照明也是有层次的，而不是死板的单一光源。所以除了常用的顶灯，我们在床头也布置了阅读灯以及地灯。床头灯呢，同时也带有 USB 接口，方便给电子设备充电。车内一共安装了4面窗户，滑门窗户以及床头两边的侧窗，还有 L 型沙发顶部的一扇侧窗。坐在沙发上，视线也是刚好同窗户平行，可以看出去。这就是我们车尾整体的床下空间。这边呢是整体的水路系统，这边呢是整体的电路系统。下面的很大存储空间可以供客户放置他自己的露营装备。以上就是我们这辆房车改装的所有内容啦，感谢大家在2023年对于我们的支持，也请大家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和评论，在2024年继续支持我们，拜拜。